某个瞬间，吴飞燕想虚空一斩，把这个士兵的脑袋砍下来，然后一路冲杀出去，直取柏林顿。可是理智很快又让他冷静了下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几乎不可能绕开对方的检查。杀出一条血路固然可以，但下一秒很可能10几架武装直升机就会咬住自己不放，到时候自己只能一路逃命，哪还有机会去找四方宝藏？这时天空中又传来一阵轰鸣，一架贝尔的大型民用直升机正从上空缓缓落下，停在了吴飞燕后方的停机位上。机舱外的几名士兵立刻做好了分工，留下一人守在吴飞燕乘坐的这架直升机旁，其他人则到下一个停机坪，用和吴飞燕一样的流程，将那架直升机封锁起来。机舱外留守的士兵此时用肩部的对讲机说道：我们这里需要增派一些人手，现在这里的运转速度太慢了，平均检查一架直升机的时间会新进来3架直升机。对讲机内回复道：第3中队4架支奴干和4架阿帕奇已经赶来纽约支援了，预计20分钟后抵达。马萨诸塞州国民警卫队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有需要的话随时过来支援。你们那边运转速度慢一些也不要紧，让那些人在直升机里老老实实的等着就是，他们等多久无所谓，只要他们在接受检查之前别出来，别逃走。那士兵有些诧异地怔了怔，随即才问道：纽约州国民警卫队都不够用了吗？还要从马萨诸塞州支援？对讲机回复道：几10分钟前收到可靠线报，有人试图窃取国防机密离境，目前正在逼迫对方返航。国土安全局分析，一旦飞机被迫返回美国，对方很可能会组织人手武装抢夺，所以现在要调集大量增援，确保万无一失。说着，对方又补了一句：这次的动静确实很大，你们也都克服一下。另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技术团队已经开始着手训练人工智能来负责检测了，训练好之后，效率就能大大提升。士兵无奈，只能说道：希望他们动作快一点。两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被吴飞燕听入耳中。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早知道这该死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封锁了纽约，那自己就不让人把事情描述得这么严重了。现在自己一时半会出不去纽约，对方又不断加强防守，到时就算有1000名死士，怕是也不够国民警卫队塞牙缝的。想到这里，他决定试一试自己能不能先离开这里。纽约的直升机虽然飞不出去，但不代表外面的直升机也会受这个限制。只要自己能出去，那自己就让左军都督府的大都督吴永镇提前安排其他地方的直升机到纽约外围等候，自己用最快的速度离开纽约的封锁圈，然后再坐直升机前往目的地。打定主意，吴飞燕立刻用灵气将直升机飞行员以及外面那名留守士兵都被自己控制起来，随即便隔着窗户问外面的士兵：你有没有办法现在就让我离开这里？士兵摇了摇头：我们的负责人有明确规定，对抵达这里进行检查的直升机和个人要进行非常严格的检查，而且至少有3名负责检查的士兵同时确认无误，直升机和乘客才能离开。吴飞燕咬牙道：如果我让你们负责检查的士兵给我放行，我能离开吗？不能。士兵道：这里不只是我们在负责，还有 NYPD 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下，他们要求必须按照顺序进行检查，轮到哪一架直升机接受检查，他们就会派出代表和我们的10几名士兵一起带着专业的设备包围这架直升机，对直升机和乘客进行细致检查。吴飞燕没想到情况比自己想象中还要麻烦，便忍不住问：那能不能先检查我这架直升机？检查完了让我先走？那士兵毫不犹豫地摇头说道：不可以，因为有规定，任何人严禁插队，必须按照降落先后顺序进行检查，而且顺序有3方一起监督，其他排队的直升机也会监督，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以任何形式插队。吴飞燕气恼地质问：我能不能悄悄从这里溜走？士兵摇头道：检查到哪一架直升机，机上的人员才能打开机舱门
离开机舱接受搜身检查。其他直升机里的人没排到的，连窗户都不能开，更不用说走下直升机了。吴飞燕又问，如果你不说呢？士兵再次摇头，我不说也没用，其他人看到也会阻拦。吴飞燕再问，如果其他人看到也不说呢？此时吴飞燕想的是，大不了自己就多控制一些人，只要能掩护自己一路离开这里就行。士兵道，那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他们的人遍布各处，而且附近几栋高楼里也有他们的人手，具体分布在哪，连我们都不是很清楚。而且他们的人一刻不停地监控这里每一架直升机的一举一动，如果还没检查到你，你却推门离开，在你推开门的那一刻，他们就会锁定你，到时候明里暗里至少有100人会盯紧你的一举一动。说着，士兵又道，其实昨天之前应该都还有悄悄溜出去的可能，但罗斯柴尔德家族今天早上刚用上了他们在硅谷投资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人工智能来进行 AI 监控，他们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对每一架落地的直升机进行主动式的智能监控。说直接一点，你的直升机在落地的那一刻就已经被 AI 自动锁定了，而且 AI 可以在几毫秒时间内自动描出了这架直升机的主体轮廓并进行锁定。一旦这架直升机的主体轮廓发生任何变化， AI 就会立刻同时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以及 NYPD 和我们这3方报警。只要你现在放下窗户，把一根手指头从窗户缝里伸出来， AI 都会判定为目标主体轮廓发生了变化，然后立刻触发报警，更不用说人从里面出来了。吴飞燕听得脑袋发懵，咬牙问道，这种系统难道就没有什么破解的办法吗？如果我能让所有等待检查的人都从直升机里跑下来呢？那是不是就能扰乱他们的判断了？士兵摇头道，我们收到的命令是，一旦有人不遵守命令从直升机里出来，我们就会开枪，事关国土安全，我们有权在第一时间先开枪。所以这些人如果真打开舱门跑下来，可能脚还没落地就已经中弹了。吴飞燕心里堵得难受，按对方这个说法，如果自己用心理暗示的方式让这些人跳下直升机来给自己做掩护，那这帮人会在瞬间被士兵制服，根本起不到掩护自己的作用。想到这，他又问，如果我只让他们打开窗户，伸出手来干扰人工智能的判断呢？那样的话能掩护我离开吗？士兵再次摇头，人工智能是有优先级的，如果10几个目标全都报警，它会自动同时分析10几个目标的变化情况，如果10几个报警的目标里只有一个目标里有人走了出来，那他会认为处理这个目标的优先级最高，然后优先引导所有人攻击这个目标。吴飞燕快崩溃了，咬牙骂道，罗斯柴尔德家族脑子有什么大病？不过是找个东西而已，用得着搞出这么多高科技来吗？士兵道，我们也不理解，他们是昨天半夜才紧急从硅谷调的人过来的，据说对方来自时下最火 AI 企业，而且是所有顶级工程师团队全来了。一大帮人来了之后，就立刻开始基于现有的监控设备来训练他们自研的 AI 模型，搞了几个小时，今天早上就直接投入使用了。吴飞燕也知道现如今科技发展速度很快，破青会自己也有自己的软件开发团队，但是他的印象里，软件研发和应用是很漫长的事情，研发、测试、上线、完善，至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才合理。这一个晚上就直接投入使用的，他还是闻所未闻。于是他便问道，这么仓促上线的东西，确定有用吗？士兵道，何止有用，简直好用到爆，这东西的准确率就是100%，而且 AI 模型是他们开发很多年的产品，这个模型的算力全球同类第一，知识库储备已经更新到了上个月，他们依托 AI 模型强大的算力和知识储备，训练 AI 来适配那些已经成熟的监控硬件，速度自然快到超乎想象。说直白一些，并不是他们连夜研发了一套全新的监控系统，而是他们用1晚上的时间，告诉 AI 该如何使用这些监控设备，来达到最好的监控效果。这就等于监控设备里的高速 4K 摄像机
只需要负责对着这里每秒拍摄1000张照片，然后 AI 利用超强的算力，用几乎同步的速度，对这每秒钟产生的1000张照片进行智能分析，把1000张照片里的每一架目标直升机都锁定起来，进行相互比对，来判断这些直升机有没有任何变化，以此来判断有没有问题。如有问题，就从这每秒钟1000张照片里找出那个目标，并且实时锁定，每秒钟1000帧的速度，连子弹出膛都能拍得一清二楚，就更别说人了，鬼来了都跑不掉。吴飞燕喃喃道：“这几年科技发展的这么快了吗？”士兵点点头，这个 AI 模型上线还不足2年。吴飞燕听完几乎吐血，她不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动用 AI 来参与监控，就是因为在周家那次吃了亏，一大帮人盯着周家别墅，却愣是没搞明白到底是谁混进去了，所以才连夜调动 AI 团队过来，把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应用在了现有的监控硬件之中。等于硬件虽然没变，但软件一下子拥有了超强算力的人工智能。不过吴飞燕倒是与叶晨想到了一起，她觉得再强的设备终归是设备，是要用电来驱动的，要是没了电，不就等于一堆废铁吗？有的卫星上了天，连地上的火柴盒都能拍清楚，可要是把它的电池拆了，它还能干什么？就像手里的智能手机，就算装了1万个 APP， 没电的时候也只能当块板砖。想到这里，他立刻追问，如果我断了这周围的电力供应呢？他们的设备是不是就全瘫痪了？没用，士兵脱口道，跟刚才那个一样，昨晚之前还有戏，今天就没戏了。吴飞燕追问，为什么？士兵回答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也不知道昨晚抽什么风，连夜给在这附近的每一个监控点都配备了大型应急电源，断电后应急电源可以无缝切换，确保设备不断电，而且电池容量配置高，至少能满足该监控点所有设备12小时的正常运行。说着，士兵又道，哦对了，他们今天早上又调过来至少10几台柴油发电机，据说还有发电车，一旦断电，他们可以一边用蓄电池供电，一边启动柴油发电机给蓄电池充电，一边给发电机加油，反正就是怎么都不会让设备停止运转就是了。而且我刚才没说明白，每秒钟拍摄1000张照片的高速摄像机，他们在周边至少安排了几十台，而且都是独立的供电系统。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他们1秒钟会拍摄和处理几万张高清照片。就算真有几台设备停止运转，对整体来说也没什么影响。说到这里，士兵一脸感叹地说道，人工智能这个东西是真的厉害。据说国防部今天早晨都被他们这个模型给惊到了，打算把全球鹰无人机拿出来提供给他们做测试，看看以后能不能让可以滞空40个小时的全球鹰在天上对着目标区域不停地拍照，然后他们的 AI 模型在云端不停地处理。这条路要是走通了，以后就算是一条狗钻进阿富汗山区， AI 也能把它找出来。吴飞燕听到这里，只感觉眼前好像有无数个超大的问号在围着自己转着圈的飞，整个人完全被绕得眼花缭乱，眼冒金星。他不懂 AI， 但听士兵说完这些，只觉得这东西有点过于可怕。修道者修的是人类的极限，可就算他再怎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睛也不可能1秒钟捕获上千次视觉信息，而脑子更不可能1秒钟分析上千张高清图像。可是这对 AI 来说，竟然只要1个晚上的训练就做到了。也是这一刻，他心里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自己活了400年，而破清会长老、伯爵活了100多年。可这个世界依旧掌握在那些人均寿命不过70、80岁的普通人手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亘古不变的真理。活了400年，练就了一身本领有什么用？在这一刻，还不是让科学技术锁得死死的？这像极了《三体》里面对质子封锁的那些绝望的物理学家，学了一辈子物理有什么用？高级文明的质子来了，还不是给你封锁得死死的？吴飞燕不知道，自己现如今这个局面，完全是拜叶晨所赐。他在感慨之余，
心里也1万个想不明白，我吴飞燕的运势到底是能有多差？只是来寻四方宝状而已，为什么感觉美国正在以举国之力来针对我？